大家好，我是周文强老师，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演说亲子训练营。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入脑金字塔。昨天呢看了很多人的忏悔书啊，我觉得忏悔书写的还不错，所以呢就准备把入脑金字塔给你们讲一讲啊。但是我希望你们写完以后说话只算话。从今天起，一旦学会了演说这门独门的绝技，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真真正正的找一个好产品去演说啊。真真正正的去打造一款能够普度众生的产品来去演说。创业的使命不就是让顾客用了我的产品过上好生活吗？对不对？啊，那我们就正式走进入脑金字塔。入脑金字塔可以快速的改变一个人的思维模式，思维模式一变，他的行动指数是60%。入脑金字塔有4个板块所组成，第一个板块叫独到的价值观，第二个板块叫坚定的信念，第3个板块叫合理的逻辑，第4个板块叫激情的状态。如果说你想上台讲话，或者说今天你要说服你的儿子，对吧？说服你的老婆，说服你的父母，你一定要按照这4个步骤来，按照这4个步骤来啊！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详细讲啊。第一个，独到的价值观。接下来正式讲课了，希望大家要准备好笔，准备好纸，把我们的课程内容记下来，重点记下来啊。什么叫做独到的价值观？啊，什么叫独到的价值观？给大家举个案例吧。当年为什么成功学进入中国以后能够瞬间风靡整个中国？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没有听过这个概念，它是一个独到的。什么是独到？独到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新的，没有听过的啊。那什么是价值观？价值观就是观点。举个例子，今天一个成功学的老师上来跟你讲，说你为什么不成功啊？因为你不会成功学。为什么创业不成功？为什么婚姻不成功？为什么这个培养孩子儿女不成功？都是因为你不懂成功学。成功学是有规律的，我们研究了无数成功人身上的规律，把它总结出来了。当你学完成功学以后，你才有可能成功。那个时候大家没有听过这个概念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概念是个新概念，你也可以把独到的价值观理解成新的概念。第一次听就被震撼了，哇，对，太好了，是啊，我不成功就是因为没学成功学呀。然后听完以后啊，太棒了，然后赶快报名。那后来呢，周老师的老师罗伯特清崎，对吧？他为什么能够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写一本书瞬间畅销全球呢？也是一样，叫独到的价值观。他是在全球第一个提出来财商概念的人。在他之前，大家都听过智商、情商，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财商。智商让你聪明，学会为钱工作，变成钱的奴隶，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才华横溢的穷人。情商让你学会为钱工作，变成钱的奴隶，而只有财商才能让你成为钱的主人。什么是财商？创造财富、驾驭财富的能力。当罗伯特清崎先生提出来财商这个概念的时候，大家觉得太厉害了，没听过呀。啊，以前只听过智商、情商，从来没有听过财商，这是个新的概念，这是个独到的价值观。所以他的书籍一推出，瞬间火遍全球。他每次一上台讲财商，我这个场面大家太喜欢了。什么是财商？想赚钱吗？为什么没有钱？因为你没有财商。知道你为什么投资会亏钱吗？因为你没有财商。知道你为什么婚姻不幸福吗？因为你们没有财商，所以家里面经济一塌糊涂。所以这个世界上婚姻80%吵架都是因为钱的问题，是不是？那就是因为你们夫妻2个没有财商啊！为什么你混了多年啊，房子都买不起？因为你没有财商。为什么你曾经赚了很多钱，但是你留不住钱，今天还是个穷光蛋？因为你没有财商。你会发现，就是你突然发现，妈呀，原来我不成功是因为没有财商啊！就你就陷到了这个价值观里面，而且你没有听过，所以你就报财商课，所以你就看财商的书籍，就这么简单。这就是独到的价值观啊！包括我给我们的这个黄涛老师设计的营销学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不成功？因为你不会营销啊。找工作需不需要营销？对不对？一个明星要接戏，要演男1号，要说服那些唱片公司给他出唱片，需不需要营销？对不对？什么是销售？销售是你要卖东西给别人，是主动的，而营销是被动的，对不对？别人主动找你，公司做不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不会营销啊。找不到老婆，为什么？因为不会营销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你会发现，原来我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不懂营销，所以你就觉得哇，太厉害了，我要报营销课啊！营销就是他独到的价值观。那再举个例子，我们的包玉成老师，我让包玉成老师讲管理，包玉成老师说：“师傅啊，讲管理太窄了吧，只能针对企业主啊。”我说：“谁跟你说的？你能不能把管理把它给推大一点？”他说：“为什么呢？你看我的老师德鲁克，他就是给企业讲啊。”我说：“身材需不需要管理？”他说：“需要。”
时间需不需要管理？需要。孩子需不需要管理？需要。两性关系需不需要管理？需要。婆媳关系需不需要管理？需要。公司员工需不需要管理？需要。客户需不需要管理？需要。他突然发现，妈呀，原来所有人都需要管理，对不对？你身材不好，因为你不懂管理身材；时间总是不够用，因为你不懂时间管理啊；你身体不健康，因为你不懂得如何健康管理自己的饮食跟作息习惯啊；企业做不好，因为你不懂管理啊。然后这个，反正就是什么都是不懂管理，所以要学管理。所以你会发现啊，独到价值观，原来我以前不成功是因为不懂管理啊。报告课，就是这样啊。独到的价值观，别人没有听过的观点。那我们如何能够让我们讲的东西是独到的价值观呢？有几个点啊。第一个点，你讲的必须是有独到见解的思想。啊，第一，必须是有独到见解的思想，是有你自己独特见解的，是别人没有听过的。听所未听，闻所未闻的，太独到了，太有见解了。这个思想太厉害了啊！对，这个观点太对了，就这种感觉啊！必须是有独到见解的思想。来，第二条，必须是有全局观的思想。就是你会发现财商无所不能，就听我讲财商，你会发现，妈呀，原来我以前不成功都是因为我没有财商，财商无所不能，生活无处不财商，对不对？做任何东西都需要财商啊。但是当让你们报演说训练营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讲了，演说无所不能，生活无处不演说，对不对？啊，身体不好也是因为你不会自我演说，两性关系不好因为不会演说，对不对？企业做不好不会演说，对吧？心灵成长不会因为你不会演说，就你会发现，哎妈呀，这全是全局观，演说可以解决所有问题。你一听你还觉得有道理，哈，所以你就报名了嘛，对吧？第三，必须是有远见的思想。必须是有远见的思想。你说人与人比到最后比的是什么？不就是比谁的观点更加有远见吗？谁的观点更加有全局观吗？谁的观点更加独到吗？比的就是这个嘛。两个人在一起，要不就是你说服我，要不就是我说服你，要不就是我影响你，要不就影响我，那谁影响谁？那比的就是思想啊，思想的核心就这几个点啊。好，第四，必须是继往开来的思想。什么叫继往开来？写上8个字在本上：大势所趋 vs 大势已去。在20年前，成功学来到中国大行其道，那套东西已经大势已去了，你必须得换个新概念呀。它就是这个观点。再举个例子吧，就是哪怕你现在讲的是国学，也得跟上这个时代的趋势。我周老师有一个学生啊，这个学生姓方，叫方超。他说：“老师，我就喜欢王阳明先生的心学，我想讲心学。”我说：“你不能讲心学，你要讲新兴学、新国学。哎，你新学你解决不了当下人的问题，新学啊。”新国学可以解决当下所有问题，所以很快就做起来了。所以说一定要干嘛？一定要讲继往开来的，跟上这个趋势啊。好，继续。第五，必须是进入当下的思想。因为当下才有力量，因为当下的思想是鲜活的。今天你走在大街上，突然听到电视里说了一句话，据当下最新新闻报道，你肯定会听一下，因为大家都喜欢新的嘛，鲜活的嘛，对吧？都不喜欢听过去的，都喜欢听当下的嘛。所以当你讲课的时候，经常讲一些与当下热点有关的事件，大家都会很喜欢，对不对？那唐山打人事件火的时候，周老师不就录这个唐山打人篇吗？对不对？东方甄选直播间火了，你讲讲东方甄选直播间嘛，对不对？你要结合当下的热点，让别人感觉到你是与时俱进的，你是没有落伍的。如果你听一个老师讲课，10年前讲这个，10年以后还讲这个，这个人已经大势已去了。而如果你听一个老师讲课，这个老师昨天讲的跟今天讲的完全不一样，他总在颠覆自己，就证明这个老师大势所趋。这个老师代表未来，而不是代表过去。所以如何衡量一个人已经老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人总是跟你讲，想当年我怎么样，妈呀，就证明这个人已经老了。周老师在跟培训行业的几个老师经常在一起聚会啊，有些老师总是想我现在在做什么，
啊，我现在做了多少粉丝，我现在做什么，对不对？而有些老师就是当年我办论坛的时候怎么样，当年我办论坛3年前聚会讲那个，2年前聚会还讲这个，对吧？今年聚会还讲这个，这是与时代严重脱轨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继续，必须是我亲自体验到的思想。必须是我亲自体验到的。为什么要讲我亲自体验到的呢？因为我体验到的，我讲出来我才有感觉，因为那才是我的，这叫知行合一。王阳明先生讲的知行合一是啥意思？他把知分为2个层面，一个叫真知，一个叫假知。什么叫假知？别人告诉你的，你讲出来叫假知，而你自己体验到的才叫做真知。今天一个人从来没有吃过苹果，你跟他讲苹果是什么味道，酸酸甜甜，咬下去什么感觉，没有用，他永远不知道啥是苹果。他咬下去那一刻，他就知道什么是苹果了。所以必须要是自己亲自体验到的啊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学演说？学演说就是为了让你成为领袖啊，对不对？一个家庭需要领袖啊，一个团队需要领袖啊，有些人能够立起来，有些人就是这辈子立不起来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个世界就2种人，97%的人跟3%的人。97%的人他不管怎么努力，只能分享这个社会上3%的财富，而3%的人可以拥有这个世界97%的财富。我们怎么样从97%的人变成3%的人呢？97%的人就是奴隶，没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人，人云亦云，只能当追随者。而3%的人是领袖。什么是领袖？有独到见解的人。领袖根本不需要做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会发现说，为什么我这么辛苦还赚不到钱？就是因为你不是领袖啊。当你变成领袖以后，你会发现你根本不需要这么辛苦。